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正正。承蒙大家后来爆了几期 SCP 的视频，上期给自己挖了 SCP 的坑，于是有许多小伙伴投票，我分别看了点赞最高的几个 SCP 项目，然后我的内心就崩溃了，因为这几个项目压根就找不到什么素材，没办法，正正只能低声下气的去求粉丝。不过还好粉丝善解人意，给了正正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于是我又看了后面几个。还好有点东西，所以今天就赶紧给大家安排了。有粉丝在评论区留言说 SCP-2935 和738竟然可以打败 SCP-682 不灭蜥蜴。What？ 大爷不是打不死的吗？如果各位有异议的话，欢迎弹幕刷起来或者在评论区留言。本期就给大家带来 SCP-2935 这个据说很强的 SCP。之前看评论，感觉有些小伙伴没怎么听说过 SCP 基金会，更不知道 SCP-682 这一号的生物。正正就先简单说一下 SCP 和682，给不知道的粉丝科普一下。如果想看详细内容，可以去看之前正正做的片子考古。如果不想看的话，请直接跳到1分54秒。其实 SCP 基金会呢是一个虚拟的组织，设定为国际性的秘密组织，任何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，向官方网站提交自己的作品，还会被赋予一个专属的编号。这些收容物的等级越高，就越难收容，甚至会威胁到整个地球的安全。开头说到的 SCP-682 就是一个难以摧毁的大型爬行生物，属于很难收容的 KIT 级项目。对于 KIT 级的项目，基金会要做的收容措施往往也就规模很大、很复杂。从外观来看呢 ，SCP-682 就像受伤严重的大鳄鱼。它长相很奇异，可以看得见头骨。通过近视和蜕皮 ，SCP-682 的体型可以快速变大或者缩小。它拥有巨大的力量，即使吞食的不是食物，摄取的任何东西，它都可以获得能量。像子弹、酸、激光、炸弹，这都不能杀死这个东西，所以它被称为杀不死的爬行生物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不死之身，竟然可以被 SCP-2935 打败。那究竟是何方神圣呢？关于 SCP-2935， 它是一个 KIT 级的生物，是有史以来最为危险、最难以控制和最不可预测的 SCP。那其实它也只不过是个洞穴，它的入口已经用混凝土密封了。禁止一切生物进入。SCP-2935 存在于印第安纳州约帕附近的一座公墓下的石灰岩洞穴中。该墓地的最后一名遇难者于1908年去世。关于他的发现是在2016年的4月28日，美国的一名通讯人员在印第安纳州卢布明顿附近监测到无线电信号。尽管该信号失真了，但仍被追溯到印第安纳州约帕的未合并区域。根据基金会政策，立即派遣了工作人员去确定信号的来源。他们用一架无人机驾驶飞机进入山洞，发现这是一个时空异常的洞穴。进入洞穴后，竟然是一个完全复制的世界。唯一不同的是，在洞穴的世界里，几乎所有形式的生命都已经死亡了。不管是有感觉的事物，还是机械化的一切，通通都没有了生命的迹象。基金会对于 SCP-2935 进行了几次探索。在第一次任务中，派遣队员进入山洞后，发现洞穴里的一切都是死气沉沉的，看起来好像完全没有活着的植被，树木草丛都是死的。在这个世界里，道路形式是存在的，天气也是格外宜人，但一切都安静的可怕。派遣队员走进了一间农舍，在他们眼前出现了一个恐怖的景象。厨房里的一张桌子上有3具尸体，其中2个是女性，1个是男性。第4具尸体躺在附近，是一个男孩，所以尸体都是自然死亡的，没有任何分解的迹象。桌上还有一张前天的报纸，挂钟仍然在滴答滴答的走。水槽里面还放着几天前的食物，但是奇怪的是，上面没有出现任何的霉菌，仿佛这一切都是刚刚静止的。派遣队长命令采集了人体细胞样本，其中一个队员打开电视，电视画面直播了一切。这些人是坐在椅子上突然就死了的。于是派遣队返回了洞穴，但是没有退出来，准备等待其他的成员到来。在第2次探索任务中，派遣队壮大到了16个人，他们前往洞穴世界里面的超级站点去寻找线索，在那里收容了许多 SCP 项目。他们又穿越了陆地，进入了前台办公室。派遣队震惊地看到，在这个世界里，他们所有的同事都死在了办公室里面。同时，该队伍试图联系 AI， 但无济于事。在武器实验室中，他们检查了自己的尸体，并注意到似乎所有的生长过程都已经停止了。在收容区域，每个 SCP 项目都死了，包括 SCP-682 的尸体，也没有了任何生命迹象。他们还发现了凯勒的尸体。凯勒是一个之前进入 SCP-2935 的工作人员。很奇怪的是，只有他的尸体是腐烂的，与那个世界的一切都格格不入。正正觉得 SCP-682 本是不死之身，会杀死他所有碰到的一切，但是在这个世界，他也没有了生命的迹象。这一切都是因为 SCP-2935 不仅仅是宇宙尺度上的死亡，它还能够使所有形式的生命都停止。没有生命和存在这种概念，任何被视为活着
着的事物都会立即停止，并处于这种状态。派遣队甚至发现了 SCP-2935不仅能够停止生命，还能够停止 AI 系统的工作。它引起的绝对不是单纯的细胞死亡，所以不灭蜥蜴才会死。洞穴里面会存在一种恶毒的力量，只要有人穿过洞穴去另外一个世界，就会带去死亡。所以进入洞穴的工作人员只能牺牲。如果回到了现实世界，那么就会带来万物皆死的局面，这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宇宙恐怖。至于为什么只有凯勒的尸体是正常腐烂的呢？正觉得会不会是因为他刚好进入了 SCP-2935，不小心就成为了中间的媒介？洞穴里的恐怖力量跟着他来到了洞穴内，把除他以外的所有的生命现象都抹杀了，包括微生物。因此所有的东西都不会腐败，但只有凯勒体内的微生物还活着，因此他是那个世界里面最后的活物，他的尸体才会正常腐烂。当凯勒意识到自己是媒介后，如果回到了现实那个世界，那一切都会完蛋，所以选择了自己牺牲。其实这确实有点难懂，正第一次看也是非常懵逼的状态。简单点来说，这就是一个停止万物能量的洞穴，谁进去后带出来的一定可以停止全世界，不管你进入了哪个世界，平行宇宙也好，更高维度的空间也好，都可以带去死亡。这就是一个集高能、烧脑、细思极恐一体的 SCP。有这样的项目存在，我相信杀死682甚至更屌的东西，真的也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，对吧？好了，看完 SCP-2935，我相信看懂了的朋友应该心里有起伏了吧？如果有大佬可以解释得更加清楚，麻烦去评论区留言讨论一下。如果你感觉意犹未尽的话，那记得关注哦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、收藏和分享。我是正正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吧。